大家好，我是老 K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这次和大家分享的是一把云墨 K87啊，先和大家省个流，最低配的18键热插拔版本是129块钱，往上是全键热插拔的179块钱和 K 黄轴的199块钱，一共有这3个版本，这个价格也可以说是非常便宜了。键盘的外观，我感觉是有点像 K75和 CNK 的一个私生子啊，在键盘顶部做了一个斜切，四周有一圈护城河设计，在左上角的装饰板位置留了一个可以拓展的 A 口，可以外接鼠标的接收器或者是 U 盘，给电脑省了一个接口啊，也是这把键盘的一个亮点。在这个价位有拓展接口的键盘还是比较少见的。旁边这个开关是负责切换键盘的灯光，可以通过这个按键开关键盘的灯效。如果以后有3模版本啊，这里就会变成电源开关了，就和那个打油有点类似。键盘背面有2段式的脚撑，右边是给3模预留的开槽位置，塑料感还是比较重的毕竟也是一个8元出头的键盘吧。就算在外观上做了区分，用料肯定还是会有这个价位的局限性。那以上就是这把键盘的整体外观了，大家可以简单的打个分。键帽方面啊，也不用多说了吧，这个配色很像啊，但它这个是带字透的 ABS 材质，在开灯的情况下，键盘的透光效果还不错。这个价位基本上都是 ABS 为主了，用坏了淘宝几十块钱买一套新的，换上就是一个新键盘了。比较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啊，红色键帽的字符遮光做的比较一般，如果灯光亮度比较高的话，字符周围会有比较明显的晕染，白色、黑色区域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啊。这一点的话就看个人有没有强迫症了。轴体方面，除开199的旗舰版用的是带长润的 K 黄轴，其他版本用的都是9指的基础轴体，就是最基础的那一种啊。手感的话还过得去，但杂音就比较明显了。内部的小角位置有那么一丢丢的润滑，如果对手感有一定的要求啊，尽量还是加这个几十块钱上个 K 黄轴。搭件方面的话，除开空格，其他几个小件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点点杂音，有一定的改造空间。这里就简单的放一段声音吧。好了，接下来进入键盘的拆解环节。首先卸下顶部的2颗螺丝，键盘周围有一圈，还是用卡扣固定上下盖。拆卸的过程中啊，大概率是会在上盖内部留下一些痕迹的，但不是什么大问题，反正装上之后也看不见是吧？定位板通过螺丝直接和底壳进行固定，拧下螺丝之后就可以完全分离键盘了。在键盘内部有EV的夹心和一张白色的珍珠棉填充，底壳上也预留了电池仓位，顶得比较高啊，所以整一个棉的厚度就不能搞太厚。这边的挤压痕迹还是非常明显的，到时候可以自己往缝隙里面做一些填充，整体的声音还会再上一个档次。左上角的拓展 hub 并没有做分离小板，直接和 PCB 做成一块了。芯片方面用的是摩卡的热插拔轴座，这个还是比较少见的。主控是中影的方案，像之前的 RX980都在用。以上就是键盘的全部拆解环节了。云墨这把键盘定位非常低啊，适合什么样的用户呢？就是预算不高，但是想要一把外观比较独特的键盘。套件的数字老实说和287或者是我之前做过的高斯还是有一定的距离。它的优点也是比较明显的，比如说左侧的拓展 hub 和个性的外观，这个就看个人的取舍了。购买建议的话，肯定还是 K 黄轴是最佳的选择，带长润和不带长润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。如果预算足够，是更加推荐 K 黄轴版本的。当然18键热插拔只卖129也是非常香的一个价格，这个的话就看自己的钱包形式了。如果预算不够，129版本也是可以勉强用。好了，那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